哇！刚体验完这个日本相扑，我完全能够明白相扑手们吃出来的战斗力。其实日本的火锅有上千年的历史，不同地区都有不同的火锅文化，味道也不尽相同。但是呢，他们很注重汤底以及荤素的营养搭配，也难怪日本的相扑手你把火锅当作日常膳食。一口锅，一煲汤，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国家吃出千百种花样。火锅有历史，有民族文化，但它最神奇的是可以容下各种食材，把天南地北的人聚到一桌上。它的魅力甚至成为了城市的标志。这一次就让我出发去探索各地的火锅。在新加坡等我围炉开吃的朋友，准备好听故事。日本东京，我来啦！日本人的性格向来温和委婉，但没想到他们吃的火锅同样含蓄。日式火锅没有中式火锅的麻，也没有韩式火锅的辣，而是着重在衬托食材的原味。牛肉要薄得透光，豆腐要嫩得颤动，主打用最温柔的汤养最刁钻的嘴。这一波温柔放在新加坡也很受用。在肉骨茶、咖喱、拉萨汇聚的美食天堂里，日式火锅就像一股清流。欢迎来到围炉开吃，今天是我亚洲帅王，请两位亚洲男神一起吃火锅，欢迎杨岩。大家好，我是杨岩。Hello， 嗨，大家好，我是许斌。我其实想问啊，因为你们是同一间公司嘛，所以你们公司聚餐的时候会不会喜欢吃火锅？过年的时候，每年初2啊或者初3都会去大哥家拜年。然后每次我们在郑荣家的时候哦，通常他都会准备盆菜，这样一锅炖这样的感觉。你知道前3年你们吃到的那些盆菜都是我跟他一起做的吗？我知道，所以我觉得你们公司有一种家的感觉，一直以来都是。但是今天我们要在家里面发起一场内战。围炉开吃不只是边吃边聊，还要一路解锁火锅知识。2位嘉宾将通过5轮游戏分胜负，接受最终的奖励和惩罚。请两位，我不会手下留情的，我很怕输的。我就喜欢你们这种心态。来，上道具，第一个热身游戏。游戏规则很简单，你们需要把鸡蛋放在这个竹筒上，然后呢倒在这个盛满肉片的碗里面。最重要的关键是鸡蛋不可以滑到碗的四周，看谁在最短时间内把鸡蛋弄得最美。准备好了吗？来，3、2、1，计时开始。哦，好，第一步成功，第一步成功，第一步成功。来，现在就慢慢的滑进碗里。来哦，来哦，哎，不错，不错，不错。哎，慢点。好，哎，有戏，有。拜拜。哇，来55秒，至少呢，那个蛋是倒进碗里，虽然碎掉了，对不对？徐斌，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睁大你们的双眼。我们的嘉宾是这样的，输赢不重要，只要嘴上不能认输就对了。哎，不错，好的开始。这个有什么难度嘛？对不对？我们慢慢的 ，OK，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哇塞，这是什么啊？这个好特别啊，这一袋。不错哎，史上最快22秒把蛋浪费掉。我跟你们说真的，你们不愧是同门师兄，创意就是这个技术呢是有一点，但不多。OK， 我们要恭喜赢家就是杨岩。听错了。好，那我们也是这个奖罚分明嘛。等一下子会给你一个特别的奖励。先上火锅。要问一下两位，你们知道在日本吃火锅最重要的汤底是什么吗？我不知道哎，真的假的？咖喱，你这是印度吧？咖喱啊？没有，不知道。哦，不好意思，你们继续。这是哪来的火星人？在日本最著名的汤底几个啦，一个是寿喜烧，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猪骨汤。所以今天特别选择2个鸳鸯锅。寿喜
烧，奢西沙是什么？是寿喜烧啊奢西沙是什么来着？寿喜烧的汤底基本上是用这种日本的酱油，加一点砂糖，砂糖加一点清酒调制的，所以味道呢是咸中带甜的味道。我给你下一点菜好不好？来，要下一点，下你们喜欢先下什么就下了啊。好，我们就先来点肉吧，好不好？可以可以。一般来说，在新加坡其实蛮容易吃到寿喜烧的火锅的，但是这一次我在日本吃到一个特色的寿喜烧，什么？他们在寿喜烧里面，他们加入一点番茄，给这个甜的味道里面带入一点酸酸的味道。我们一起看一下。哎呀，他们很日式风啊，很日式。这里的气氛好舒服宁静哦。刚好现在呢是餐厅的休息时间，我也可以趁机在后厨跟厨师好好的偷师一下。康桑，こんにちは。哪里冒出来的？哎，我看到您在为我们等下准备的寿喜烧了哈。康桑，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寿喜烧的汤底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お酒とみりんを合わせて一度鍋に入れて煮切ります。小火熬煮大约1小时，酒精挥发后再加入酱油，熄火之后汤底还要静置放凉2小时，这才算大功告成。算到来3个小时才能酿成这一碗寿喜烧的精华。我知道洋葱啊是寿喜烧里面非常常见的配菜之一，但是番茄好像比较少见到。うちのお店の立ち上げからこちらは使ってまして、トマトが入ったことによって酸味が加わってよりなんか癖になるというか。虽然今天的主角是寿喜烧，不过在这之前呢，餐厅特别准备了一道叫做闻香八寸的前菜。这个闻香八寸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哎，康桑，哦，这就是传说中的闻香八寸。哇，一个小小的盒子里面内涵还真的是非常丰富哎。こちらフバコハッスンと申しまして、バサラの名物。2段重ねに。还有一层，每一样真的都很精致哎。看起来很有食欲的啊。16种食材真的是不容易。那所谓闻香八寸中的闻香，指的是古代日本用来装书信的漆器的木盒。那八寸呢，指的是怀石料理用来装前菜的这个容器的尺寸。所以你看，闻香八寸，文化跟食物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哎，今天的主角来了。哇，こんにちは，就是这个汤底是吧？据说这里的寿喜烧呢，就是在客人面前现场烹煮的。如果刚刚的那个闻香八寸是一件艺术品的话，接下来的过程可以称得上是一场表演。哦，闻到寿喜烧的味道了。哦，这个就是寿喜烧，我吃过。今日は、静岡県の黒毛和牛。牛肉を入れたらもう1分かからないうちに食べれます。经理，这里还有一片。不要浪费，不要浪费，不要浪费。はい、じゃあ卵につけて召し上がってください。寿喜烧和牛肉沾生鸡蛋，为什么要沾生鸡蛋呢？你知道吗？慢慢想，我先吃一片。为什么吃这个寿喜烧火锅要蘸一个生鸡蛋？哎，我再想想看，我知道了，让它有那个柔和的感觉，就是吃进去那个口感比较顺滑。我觉得以一个烹饪的角度来看，你懂烹饪吗？稍微，就是又咸又酸又甜，它就少了一个蛋香味。所以你把它们融合在一起之后，就绝配了。很有道理哎。我知道。那为什么重庆火锅不蘸生鸡蛋？对喽。哦，那我也不知道。那为什么寿喜烧就要有这个蛋香味？不知道，我问你啊。我们来看一看 VCR 好不好？经理，为什么吃寿喜烧的牛肉一定要沾生鸡蛋呢？まず、この割り下というのが味付けがやっぱお醤油とか使って濃い味付けなんです。それを、卵をつけることによって味をちょっとマイルドにする。顺滑入口。これを卵につけることによって、食べやすくなるというところですかね。好，我来试一试，打散，夹起一片牛肉，哇，让它在里面泡个澡，
然后再一口吃进去。哇塞，这个表情，这个表情有点太好吃了吧？你只要用舌尖跟你的上颚轻轻抵住，肉片就像雪花一样从你嘴巴里面散开了。与此同时，这片雪花是有肉香味、跟奶香味，还有蛋香味的。我感觉你边讲话边流口水。刚刚我觉得徐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顺滑。不是蛋味，弟弟，不是蛋味滑溜溜的感觉。哎，我答对了。所以我们徐斌在第1场 PK 中暂时领先，目前是1比0。哇，我在想会不会最后那个赢家是吃那个和牛？哎，说的对，赢家真的有和牛肉吃。不过我们是给热身游戏的赢家。哎，我刚刚不是赢。热身游戏的赢家，热身赢家吃和牛，那上等正式赢家吃什么？来，我们先上日式和牛。 Oh my god！ 整个样子就美多了，对不对？而且有这种很好看的脂肪跟花纹。这个待会儿煮的时候要真的烫一下就好了。你就不要说这个没你的份，还是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可以分享吗？可以啊，真的吗？可以啊。对，我们第一片先让他吃，好不好？好，来，下一片片啊，轻轻的涮一下。好，因为这个和牛肉切到非常薄，对，基本上很快就熟了。熟了吗？美。Oh my god！ 想到了，我想到了，然后美好的回忆。嗯，那现在还要跟我们分享这一盒吗？好，你们吃吧。来，一起，好香哦我的天哪！着重的吃一下。我今天特地没有吃午餐来，你知道吗？我觉得那个，因为那个汤底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咸跟甜味，它把那个牛肉的真正的香味给提升。你说的对，就是那个汤底啊，没有盖过牛肉原本的香味。所以平时在家里面是煮饭的那个，还是吃饭的那个？现在我是吃饭的那个。其实我看起来不会这么煮，但是还蛮会煮哦，确实不我会。挺喜欢，就是每个周末在家烹饪。比如说什么菜来考一考。 3菜1汤都可以，汤就是那个冬瓜排骨汤，你要放 squid， 你要放虾米。贵是鱿鱼啊。对对，会煮的人他们不会放盐的，他们就放虾米。哦，哎，有一点意思哦。我曾经下过一次厨，很多年前，跟我太太还是在谈恋爱的时候，男人都是这样啊，谈恋爱的时候可以做任何事情，是的后来就不做了。但结了婚是另外一回事。然后情人节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亲自下 ABC 汤，然后煎个牛排。我把那个红萝卜还有白萝卜，我煮好了之后，还要把它切成 I love you, I love you。然后把那个 I love you 的红萝卜、白萝卜摆在牛排的上面。天哪，很奇怪的一个 combination。我跟你说，你这一很奇怪段啊，你这一段播出去哦，老婆会很难过，她就觉得说啊，失去的回忆又回来了。为什么结了婚之后没有对我做过这样的事情？那只是我会拿出手的2个正经的菜色。有心。我其实很想知道你们啊，一餐饭里面最不能缺少的是什么？以我为例了啊，我最不能缺是汤。我要答，爱。真的吗？走，兄弟走一个吧！来，真的，哇，现在的年轻人是怎么回事啊？来，没事，来你说。那你觉得是什么？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戒那个碳水啊，然后现在我发现到我不能够戒碳水，为什么？我戒碳水我会不高兴、不开心。哎，其实说真的，在日本他们吃火锅啊，也会用这个碳水来收尾。一般是用这个乌冬面啊，或者是配这个白饭。但这一次我在日本吃这一间，他们有个特别的碳水，什么？一起来看一下。じゃあすき焼きの後は、締めで、パスタを作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割り下に、トマトソース、赤ワイン、チーズを入れてソースを作る。那我不禁要问一句，那能好吃吗？すごい美味しいです。食べてみてください。哦，又死锅又美味しい，这还真的是我人生没有过的体验。Please。
它这个也是他们这一家店的特色。的特色。我今天啊，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林轩，淋了好多酱在上面。好淋哦，你林轩淋了好多酱。它是用什么汤汁啊？涮过和牛肉的汤汁，哎，所以整个面条上呢也带出一点和牛肉的肉香味跟奶香味，再加上芝士还没有进到嘴巴，香味已经扑面而来了。哎，经理，寿喜烧在日文里面叫做 sukiyaki， 听说背后有个特别的典故，到底是什么？哎，问题来了，哎，到底这个 suki 是什么意思？不是一个人名哦。我现在很怕他说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我要先制止掉他。不是一个人名哦。前女友。Yaki 什么意思？考我哎。Yaki 的意思呢是煎或者是烤，所以 sukiyaki 是两个词凑在一起。那 suki 是什么意思 ？Yaki 是煎跟烤，suki 就是水煮。我觉得 suki 应该是酱，跟酱有关。你们的那个答案哦，距离正确答案基本上一点关系都没有。就这里跟卡帕的距离不一样。OK， 给一点提示好不好？好，来，以下有 A、B、C、D 4样东西哦。A 呢是犁头 ，B 呢是锄头 ，C 呢是镰刀 ，D 呢是铁锅。肯定是铁锅啊，铁锅，对啊，合情合理，对不对？对吗？你在锅里面煎嘛。我觉得应该是铁锅，因为这4个字以内，我只认识铁锅这1个字。这次答案都一样，所以一赢全赢，一输全输，对不对？是。好，来，请看 VCR。在日文里面啊，寿喜烧也叫做 sukiyaki。我听说背后有个特别的典故，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吗？それは、昔大昔、農夫、農業をする镰刀啊，その人たちが、なんていうのかな、で忙しいので農具のすきという鎌みたいで、すきにお肉を乗せて、焼いたのが始まり。Suki 是锄头。虽然现在寿喜烧引入了高级的食材，但其实它真正的起源反而是贫苦人民的田间生活。所以啊，一点都不能浪费。吃完它。哇，长知识了，长知识了。他们以前就是拿那个锄头这样子在那边火上面烤。对，不要说这个我们普通的劳动第一线就没有美食，我们剧组的盒饭有的时候也不错。有吗？我不懂啊，你们拍戏比较多嘛？没有啦。有没有很印象深刻的有这个在剧组吃盒饭的经历？我在中国横店拍古装剧的时候，那很好啊，因为我听说横店那边就是一条龙产业化服务嘛。大家吃的都一样的哦。他们是那种工厂一样的那个大锅，来炒给整个剧组的人吃的那种。那味道怎么样？那个味道啊，五花八门，哎，特别咸啊，特别黑。然后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的时候，我在拍《罗密一》的时候，然后我跟阿五哥，还有思田，然后我们第一次开盒饭，第一次吃，哎，哇，吃了2口，哇，真的被咸到了，然后就把菜全部都挖掉。然后阿五哥从他的百宝箱里面拿出一袋肉松，我们就拿那个肉松拌饭吃。我觉得我们2个经验有点不一样。那时候我在那个韩国拍那个练习生的节目的时候，通常都会带那个便利店买的那个香肠。香肠，香肠，因为韩国很常吃那种便利店的食物嘛。是。对，所以你去韩国，你随便走，你去看哪个演员的话，他们的口袋应该有香肠。好奇怪哦，每个演员打开，哎，你有没有香肠？他有香肠。哎，我这没有了，你给我几条？哎，你的那条香肠给我一下。哎，但是我跟你说，我以前啊是没有想到徐彬拍戏会带这样东西。什么东西？你猜一猜啦。但是我跟你说，我以前啊是没有想到徐彬拍戏会带这样东西。什么东西？你猜一猜啦。我每天带去拍戏的，其实不是带去的，是你在现场买的。现场买这样东西啊，你每天晚上你都会来一口，想不到吗？红酒吗？对，对，那个时候我们拍戏，你每天都会喝。对，因为我很喜欢在看剧本的时候，然后再拿个酒杯，我觉得非常有感觉。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很容易融入角色，画面感，不可以酗酒啦，不可以酗，微醺。你们在旅行过程中，除了吃美食之外，会不会想要去体察一下当地比较有特色的表演或者是比赛？举个例子，
去泰国看泰拳， 2年前我去了瑞士，瑞士看体育比赛，不是看比赛，大家去瑞士会干嘛？看滑雪咯，爬山哦我。从来没有滑过雪，然后我就上去那个Mont Blanc Mountain 拍点视频，拍点照片。我想说，既然都上来了，就滑一滑呗。哇，摔死我！真的是摔死。我觉得我去每个国家，我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去听他们当地现场的音乐表演。哦，live house，对，那种 live house，可能去泰国的时候，他们现场弹的歌、唱的歌，那个感觉跟新加坡不一样。我觉得曾几何时啊，看表演成为我旅行中重要的一环。真的，这一次我去到一个地方你去日本，不光是看表演，还上台。哦，你上台啊？来看看看，来，这里是浅草的相扑布屋，是相扑手们训练跟表演的地方。所有游客呢，只要提前预约，就可以一边吃相扑火锅，一边看相扑表演。每天有4场表演，每一场师傅要准备70、80份的相扑火锅，一起去看看。相扑火锅。对，こんにちは，Good morning。哎，正在准备的就是这个相扑火锅的汤底。师傅想要问一下，汤底里面都有什么特别的配方呢？鰹節と昆布、鶏ガラスープの素ですね。これは柚子胡椒って唐辛子ありますよね。哇，这个很特别，柚子胡椒听起来就是美女跟野兽哎，这柚子这么清爽，胡椒这么呛辣，把它们加进汤里，就成了相扑火锅非常重要的灵魂汤底。まずお相撲さんが食べるものですよね。力士が食べるもの。だからつくもの。栄養につくもの。だから一番野菜ではキャベツとか、あと白菜もあるんですけど、ここはもう一応キャベツ。其实我蛮好奇，他们那个碗哦，为什么要放一张纸在里面？野菜はとりあえず何でもいいんですけど、この店はもうこの食材でやらさせてもらってるって。我发现一个特点，就你们用的所有食材，好像都是鸡啊这种2只脚的，你们好像没有用这个牛跟猪4只脚的动物的肉，对吗？そうですね。到底为什么そうですね？你知道吗？日本是产牛大国嘛，但是他们的相扑选手吃的火锅啊，鸡肉，为什么相扑火锅只能用2条腿的，不能吃这个4条腿的？因为那相扑都是要2条腿这样跑吗？OK， 那个是拎的那个。等一下，你真的知道吗？你是猜测一下这个问题？我猜测一下这个问题啊。那个鸡肉富含的脂肪比牛肉多一些。没有啦，朋友，鸡肉可能富含的蛋白质比这个牛肉多一点，脂肪要看部位啦。因为牛肉很贵，鸡比较便宜，他们要吃多。我真的觉得这有道理。我跟你讲，下次你让他先说，他今天的你说什么就说，哎，对。我的有稍微不一样啊你说我觉得不是贵，我觉得是我们用历史来想吧，哈，就是苏摩啊，很久以前就有这个东西，对吗？所以多久之前呢？就可能几万几千年，几万我不知道几千年但就是以前。他说是就是 OK 好，他们就是比较增肌增肥来做这个比赛，对吗？那时候牛很少，鸡比较容易养嘛。为什么那个时候鸡比较多，牛比较少？因为要问那么多问题，我还在答案。你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对，对，我是觉得以前的那些牛很难养，要养。对，你们老师是谁啊？我老。谁说10年要养一只牛才能吃？不要把老师的名字讲出来，老师是无辜的哈。总之，我们只拿他最后一句，就是他觉得鸡呢比较容易吃到，就拿鸡来。哦，所以他讲的那么一大段话，就这样一句话总结了。对，基本上。哦，因为我们的节目要传达正确的讯息。OK，什么几万年前什么养鸡，什么那个时候比赛，对不起，大家不要学这一部分。跟那个相扑没关系。以后你只拿最後一句就好了，好不好？接下来这个影片呢，你们给我好好学着点。鶏は2本しかない。で、豚とか牛、他の動物はもう4本。4本手足ありますよね。それを土に手がついたらダメなの。啊，原来哦，在这个相扑比赛的规则里面，如果你手或者身体的任何部位碰到地面的话，就判负。所以说呢，尽可能用2只脚的动物来象征着相扑选手永远不会倒地。所以类似鸡跟鸭，像是小鸟、袋鼠、孔雀、林轩都可以下锅。各位观众，在我身边的就是相扑布屋的相扑选手浅野平さん。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
P S 啊，我想问啊，是不是做相扑手有什么身体方面的要求，比如身高啊、体重啊、长相之类的？僕が入った時代は身長が170以上、175以上で80キロ以上が条件でした。好，看来我是要多吃一点相扑火锅才可以哦。整个的这个套餐还蛮丰富的，有火锅，然后有豆皮寿司，有炸鸡，还有汁豆。来，开动！我想问哦，作为相扑选手，是不是每天都要吃很多？这个小分量能吃得饱吗？ないです。もうこんなでかい鍋でみんなでパッて食べて。那如果按这种小锅的话，你一天能吃多少小锅分量的火锅啊20。哈20个， 20个2的时候，我还以为是2个，我觉得2个已经很饱了。20朋友，1、2乘以10，哎。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火锅的呈现方式啊，是用纸做在上面的，不是造型哦。为什么？真的纸哦。为什么要用纸来当火锅的锅呢？这是我问的问题，现在你问回我啊？让他先说。来，为什么要用那个纸呢？我们现在这个节目临时修改规则，第一就是你要先回答，第二你绝对不可以改你的答案，你不要听完别人之后说啊，我觉得有道理，想不出是不是？没关系，我们让你摸一摸那张纸，来把纸火锅拿来给我们看一下， Oh my god，这个真的是纸哦，真听真看真感觉，而且是它是个话痨。这个真的是从日本那个项目火锅带回来的纸。日本就是一个很充满有历史的一个国家。又来，没有真的吗？我觉得就是以前没有锅嘛。不是以前锅难找，对吗？那你记不记得我们前一个问题是那个 sukiyaki？ 对 ，suki 是什么意思？那个锄头对不对？猪头对，所以有啊，是有锅的啊。但那个猪头不能装汤啊，哎，对吗？有一点意思了。有逻辑了。对啊，哦，所以就是以前要装汤这些等等，我觉得用纸会比较方便。咱们可不改了吧？不改，真的不改了哦。首先，他刚才摸了半天，他没有说到那个重点。这个纸呢，内侧是有点滑的，是有点滑的。哎，是哦，两边好外面没有那么滑，里面是有点滑的。这样子呢，它就不会粘锅。哎，这一题你们答的都很在那个不点上。粘锅，不粘锅是一回事。然后它要有一点硬度，太软的纸呢，它就但它得撑起，它有一个容量，就是分离开来的。 OK， 我明白了。所以我总结来啊，你不是，我又要改答案了，不要再举手了，你不要再举手了。刚才已经跟你确定了，你确定是这样子的吗？干什么？我是刚想到而已，我可以不用答的，我不答你们就不会知道我要想什么。他威胁你，这辈子就不他在知道威胁你。你说。你刚刚不是说那个 sumo 他们要吃到20份嘛，对吗？所以他们不要洗锅，所以他们有纸，你烹饪之后就扔出去就够了，对吗？铁你还要洗，对吗 OK， 好，基本上是现在有3个答案嘛。你这边也觉得不粘，他这边也觉得方便，不用洗锅，以及呢以前是没有这个锅的，用纸的。是，你还是要选不粘吗？我觉得是不粘，不粘哦。来，你给我一个最终答案。不洗锅，不洗锅。OK， 好，来，究竟谁对谁错？请看 VCR。其实刚才负责人跟我讲啊，这种纸火锅呢是用特别的材质，它可以吸收汤汁里面的油腻，让这个锅呢喝起来更加的清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相扑火锅用纸火锅作为造型，不光有创意吸睛，还可以保持汤头的甜美。以前的时候食量就很大嘛，还是因为做相扑选手才慢慢的把这个食量练大的。そうです。僕入門するとき体重が65キロしか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で太るためにいっぱい食べてました。だからマックス145とか取りました。在那个相扑比赛里面，是不是你身材越大就越容易取胜？私体がでかい方が有利ですけど、小さい力士も勝ちます。大きい力士に。大きい方が勝ちやすいです、もちろん。でも小さい方も動き回るから、だから大きい人は小さいのが苦手、小さい人は大きい人が得意。意思是说，像我这种娇小的、动如脱兔的，也有可能会赢过你，对不对？可能性あります、あります、あります。有可能。他们只要把它推出那个圈外就好，圈外。然后把它搬出去啊。对，只要是谁的脚先出圈，谁就赢了。
谁就输了。现在就换好衣服，准备要体验真正相扑手相扑摔跤的感觉了。那你要去扑啊？感觉没什么比，不过刚才有4两拨千斤的先例 ，maybe 我也会赢哦。我是想扳倒他，我想把你手都伸不到他的腰带上。哎，厉害！ You stepped out first. 幸福来得太突然。我要总结刚才那个视频哦，你刚才扑的那个视频哦，你被抱得很像爸爸抱儿子一样。不光是感觉像，身形也像，真的，是我抱我儿子的感觉。很好的体验，就一边可以看表演，然后一边吃火锅，一边还能参与。参与就算了，但最重要的是，这一集录到现在，2位的比分始终是维持在1比0。我知道他的策略，什么？他是要气死我们。你拿分我不管，但是我就气死你就对了。真的是吃点，来，我帮你们讲。杨言，你会对相扑感兴趣吗？如果有一天让你去演一个相扑选手，要增肥30公斤，你 OK 吗？完全不感兴趣。那个剧本就是好莱坞的制作，好莱坞制作，那个制作成本很高啊。对，真的啊？对，让李安导演拍你，真的啊？李安导演，真的啊？增肥30公斤，30公斤啊？对，演啊？真的吗？演啊？很不甘愿的。演，他有点我演，人家李安导演还有好莱坞剧本，找他演啊，我演。所以so far有没有一些角色需要你为了这个角色增肥或减肥的状况？目前还没有，目前还没有。对，所以可能看到这个视频的导演跟监制们，如果你有想到什么工作的话，可能过来找我。那边有一个监制做的，那边有一个监制做的，谢谢你们。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徐斌拍戏也是蛮有意思的，因为我在扣费的时候，我一度胖了很多。你有胖 man 的时候？不，你不要假。然后我们过了2、3年扣费之后我没有拍戏嘛，我再回去拍戏，然后徐斌就过来跟我说，哎，你瘦了。其实我上次见你你拍那个罗密欧的时候，你的肚腩有一点。所以我跟大家说，当你胖的时候，没有人会告诉你胖，但是你瘦下来的时候，他会来告诉你，他会告诉你曾经胖过。就好像你今天看到我又说我瘦了，没有，我就觉得你壮了。对，所以吃对东西也很重要。我们接下来要带你去吃一个奇奇怪怪的内脏火锅。日本人吃牛，从高级和牛到内脏，从牛鼻子一直吃到牛尾巴，每部位都有自己的粉丝。今天我要吃的内脏锅是日本福冈县博多的一道乡土料理，不过现在在东京也很受欢迎，就在前面。这里的菜单并没有说厚一本，不过呢，样样都是经典。当然要选的就是他们的汤底。这里呢有白、赤、金、银4种，另外呢还有一种辣锅，也叫盐锅，是夏季限定。我就来这里吃最为经典的就是白锅，也就是味增跟大蒜的结合，2样都是我的最愛。当然就要选白锅啦。失礼いたします。こちら白のもつ鍋が5人前になります。哇，小泉さん，我们一起做好不好？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先尝一尝汤底はい、どうぞ。哇，那个汤看起来很浓郁哦。你还真别说那个大蒜的味道就先进到鼻子里了。试一下。哇，大蒜的味道很浓太鲜甜了。
我们看一下里面的这个配菜啊，有韭菜、豆腐、高丽菜。既然我们今天是来吃内脏锅的，这个内脏自然是主角，大肠。好肥的感觉啊！可是牛嘛，这个外面的身体还认得出，里面的内脏就这白白的，到底是牛的哪个部位啊？哎，一个看板就来了啊，一个小牛了啊，不同的部位，我们就猜一猜，这个不同部位对应的是什么？让年轻人先来，心脏，这个是牛心脏，对不对？来看一下啊，恭喜你，果然是牛心脏。是的。来，徐斌呢？牛肠 A，哎 A 是牛肠啊，嗯，牛肠哦，大跟小啊。牛哎呦，牛大肠很懂哎，牛大肠，对啊。哎，不错哎，来到你了，如果这是大肠，这应该是小肠吧？可是它小肠不是这个吗？这个你怀疑是什么？我不知道。肚子。不是，我们先做一点小科普，你们知不知道牛有几个胃啊？ 2个，真的啊？没想到吧？哇哦。那你一直以为牛有几个胃？一个胃。一个胃哇，这2位真的是一位都不对啊！牛有4个胃。那么多胃干啥？那么多胃有不同的功效啊，对不对？这个是牛百叶，我们牛涮火锅会吃嘛？对对对，所以我们叫牛百叶，它其实是牛的一个胃啊。另外呢，再来看这里是牛胃，哎，然后再来这个兽胃，最后是这个蜂巢胃，所以4个胃。那最后 B 到底是什么？小肠，你也认为小肠吗？哎。牛小肠，所以认识了牛之后，我们要回到最后的那个猜题环节了。对，到底这个牛内脏锅用牛的哪个部位来做的？刚刚视频上那个是白色的，对吗？白色的，对。那我觉得，因为这个有个白字，哦，就应该是这个，那个是念百，差不多嘛。哦，差不多。百跟百是多音多义，对吗？是，对，就是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牛小肠或者是牛大肠。哦，这2个也可以选。你要是敢换，我不敢换。我说的很清楚吧？从这里选，对不对？你是想怎样？不是，我还以为那个肠不能选。你以为你？没事。你们继续包。我就猜应该是牛大肠。牛大肠是徐斌的选择，太简单了。来，请看 VCR。小泉さん，我需要你为我们揭晓答案。这个内脏到底是牛的哪个部位啊？牛小肠。为什么会选择牛的小肠做这个内脏锅呢？こちらは油に甘みがあって臭みもなく、この白の味噌にとっても合うので使わせていただいてます。哇，真的假的？被他说到好像这个天上有地上无一样。那我先开动了好吗？どうぞ。はい。来，这白白的，真的是很难想象它的味道。你看啊，肠壁的部分是有弹性跟嚼劲的，脂肪的部分呢，还有那种牛的香味在里面。这个日本产的牛小肠果然有2下子。欢迎这位长，你也吃，我们一起。可是我看这个师傅的吃法跟我不一样，因为刚刚我是整个一片牛肠放进去嘛，他呢是把牛肠配上高丽菜，配上韭菜，还有牛蒡一起，是不是这样吃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呢？ニラは香りが良く、こってりな油とも相性がいいので、ぜひキャベツを入れると甘くなって。既然有好菜，当然要有好的饮料嘛。这一锅我们配什么饮料会比较合适啊？やはりですね、ビール、ハイボールはもちろん、日本酒も。秘鲁，我有学到，这个秘鲁就是我们的啤酒哈。这个啤酒配牛肠锅，我可以要一个秘鲁吗？秘鲁 ，Thank you very much， 试一下。那个牛的脂肪进到嘴巴里面，配上菜的那种清爽跟甘甜，然后一口啤酒下去，完全中和掉，绝配。师傅，我想问一下啊，一般来说吃这个内脏锅的，什么客户群比较多？男生比较多还是女生比较多啊？女性の方が。啊，女生更多，又吃肉又喝酒，这一锅里面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法宝会吸引到他们？モツにはコラーゲンがたっぷり入って、
まして、さらにニンニクもたっぷり入っているので、スタミナをつけたいです。皆さんに看。难怪刚才一口汤喝下去，觉得嘴巴里面黏黏的，原来就是胶原蛋白在作祟。哎，师傅，那我想问了，像我这种新加坡木村拓哉，是不是很需要多喝点这种汤啊？イケメンでしたらもっと飲んでいただければ。这里没有木村拓哉的粉丝吧？我想问啊，杨言在公司里面，是这样的性格。是啊，他一直都是。加入公司多久了？我当兵之前已经在后面做幕后了，几年？3、4年5年吧。就没有人想要干掉你？有时候蛮欠扁的啦。对，他有他可爱的一面。所以你刚进公司的时候看到徐斌啊，当时怎样的一种心态？看见到我偶像一样啊，就目瞪口呆，就看着他，哇塞，很假的吧？说话特别假。这是男神吗？他刚进公司的时候，你会有关注到他吗？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很不一样。怎么说？当时看到他的时候说，哎，这个怪咖是什么情况？怪咖，很怪咖，他想法很奇怪，然后做事风格也是很不像我们这一代的人的做事风格。他的风格是什么？意料之外啊，意料之外的。但这个东西其实也往往是一个很好的优势。因为你在做艺术这个行业的话，很多时候你要让人家意想不到。有没有跟前辈去讨教一些拍戏的经验？我觉得许斌人他人品很好，有些人你跟他们说话，我们有没有带测谎仪啊？真的，来，哇，好会说话。没有，谢谢大哥，没有，我真的觉得他人很好，尤其是关于工作啊、演戏啊，就很帮我教我什么等等。那从徐斌身上学到什么东西是你最有收获的？你觉得？你学到的就是，他说不出口，没有一种爱，可能是煮饭那种爱，可能是对戏剧的爱，可能是对人的爱，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充满爱的人。我现在回答词汇量可能有限，他只知道爱这个形容词。对，没关系，我们这个节目还是有这个赢家跟输家的好不好？许斌拿到1分，但是1分险胜，来，掌声鼓励鼓励。我们赏罚分明，我们先把惩罚拿到桌上来。惩罚，哎，好，杨言，先不要睁开眼睛哦。不要。等一下呢，我要你从3样里面呢各选1样，然后呢组成今天的惩罚。你所选出的3个字条分别来自于情绪、地点跟事件，把它组成一句话，然后在前辈的面前将它表演出来。因为我们要让前辈猜一猜。3样挑战已经拿到了，你现在可以考虑5秒钟开始你的表演。如果你需要这个从旁协助，可以找可以给我声音吗？播那个音乐，对，那个音乐你来播。来，准备哦，3、2、1。什么东西啊？哎，这位朋友，你请问有给过那个红吧？你怎么在吃这个东西呢？没办法哦，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是吗？台湾人嘛。哦，他是台湾人。是。哦。事情过了那么久，还找我来这里。那你还敢来？他讲食物免费的，我怎么知道食物是这？看。OK， 先说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他在一个台湾的餐厅吃buffet，然后吃到很难吃，他很生气。哎，可以耶！我觉得前辈的评价至少可以拿3.3分，因为他至少猜到了一个情绪是生气哦，其他的没猜到哎。他刚刚不是播音乐吗？那个音乐我不懂是什么音乐。结婚啊，结婚！哎，他来参加一个婚庆的宴席，然后那个食物很难吃，他很生气，但主要是因为他的女朋友跟别人结婚了。哇，厉害耶！前辈答对吧？差不多。他哪里错了？有一样是错的，在前任的婚礼上，
非常愤怒的吃。臭豆腐啊！好了，我们希望看到更多两位有爱的合作，不光是这个前辈对晚辈有爱，我们制作组对优胜者也有爱。哇哦，特别从日本给你带来一份小小的礼物，我有而已啊，只有你了。来看一下，来的。这个是捏的吗？哇，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浴缸，然后呢？要给他洗澡，给他洗澡，可以把它打开。真假的？真的。为什么要洗澡？因为很多相扑选手是比完赛之后就要去那个泡汤，让自己 relax，好可爱啊！这样摆在家里面，哇，很 cute。非常可爱的一个谢谢。这个还有嘞，这啥？哎，有筷子耶！来，而且5双筷子特别适合一家人围炉开吃。是的。来，谢谢徐斌，谢谢杨岩，围炉开吃成功！往上面靠，当成一个铁板。对，织女。是下雨了，不是。